李可染画牛，依作家老舍的回忆，因事始于1940年，从此成为常客，近50年未曾间断。李可染之爱牛、敬牛、画牛，从他把画室命名为狮牛堂，也可窥见一斑。那是对牛的歌颂，也是对理想人格的一种追求，善良、温驯而勤劳。他也曾自题画牛，牛也力大无穷，俯首如子而不逞强，吃草挤奶，终生劳瘁，视农而安，不居功，纯良温驯，实意强将，稳步向前，足不踏空，以毛鼓角，无不有用，形容无华，气宇轩宏。吾素崇其性，爱其行，故屡屡不厌写之。既是咏牛，更是自况自勉。1988年，来自台湾的藏家，也是知名画廊长流美术馆主持人黄承志先生拜访李可染，李可染特找出一幅刚完成的冬木作品相赠，并题长拔技术因缘，作苍松无藏万古清。1988年岁次戊辰冬月，可染坐于狮牛堂，承志先生亲属。余画冬木图，常以松作配景。昔年游黄山，在清凉台遥见有此奇松，姿写其仿佛，深感高岩之松，饱经酷暑严寒。愈老愈静，愈奇愈美，非锦其寿长也。可染又题。李可染早年习画，从西画入手，以铅笔素描观察记录自然形态神器，至晚年不变。所画冬木各图均以松树为背景。1988年再作此幅，画幅更大，题记亦更详实，而所画奇松更显其美，枝干纠结内敛，而非如一般松树之枝条外伸。至于所谓之老、静、奇、美，乃此高岩之松饱经酷暑严寒、多重考验后的生命形态。文末再加一句“非锦其寿长也”，乃在提醒岁月之不可虚度，长寿不足以傲人，重在生命形态的养成。此画较之李氏其他木牛画作，尺幅上较为狭长，亦显其松之高峻宏伟，且浓墨之外略施石青，更见古松之长青特质，且与树下牧童之衣衫两相呼应。李可染画作之奇美，除用笔、施墨、加彩之大胆精确，有所谓可贵者胆，所要者魂的气势和意境之外，其构图更为奇绝。这在那些将面浮在群峰之上的风景画作中特别明显，乃结合平远与高远的视角，几乎是21世纪无人机发明之后始能得见的空拍景致。而在此幅冬木图中，全幅的视觉终点正是和牧童眼睛平行的位置，也就是只有在这个位置的平行点上，才能同时呈现仰角的奇松之巅，以及俯望视角下的老牛背部。这样的情形下，观众的眼睛也就成为一个犹如喇叭形的大视野，既集中又开阔，再加上奇松形成的中空弧度，画幅中央的这个空白处
反而成为全幅画面中最重要的焦点。此外，在齐松枝干重复却不紊乱的弧线交错中，牧童的身形与牛背、牛头留白处所形成的另一单纯、细小却不柔弱的弧线，便和齐松形成一种环状的构成，虚实之间犹如太极的双弧，生生不息。东木遗作的前印之多，亦属罕见。除明章三美外，其首章为周文长印的唐号狮牛堂，题记之末则为白文芳印的闲章白法学画。这是李可染70岁时请上海老画家唐云为他所刻的图章。李氏70岁，也就是1977年。从客观的事实言，此时的李可染已然经历60年代的艺术成熟期，也遭受了文革的批判与摧残。但70岁的老人仍觉得面对大自然时，自己就像个刚学画的小学生，因此以这样的闲章来不断的自我提醒、自我激励。事实上，李可染生逢特殊的时代，广学多师，小时候就开始练字，后来学水墨，从4王的王实古入手。到了上海之后，结识刘海粟、林风眠，尤其深受林风眠影响，几乎整个抗战时期都和林风眠在一起，学到了画面中光影的对照。4抗战结束，则受徐悲鸿之邀前往北平，在担任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的同时，更向齐白石、黄宾虹晋升学习，既学到了齐白石的沉着缓慢，也学到了黄宾虹的广学多师。70岁后，还时时以小学生的心情面对画画这件事。他最知名的一句话便是：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。1988年是李可染81岁的一年，年底王承志来访，创作了这幅长轴式的东木图。隔年1989年底12月5日，李可染即因心脏病突发，溘然长逝。1988年年底为黄承志所作的东木图，也成了他牧童系列作品中的最后之作，格外珍贵，也见证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。